大家来到拜托 ATM， 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大家好。我是乡里Sandra。是在我们未来银行里面很多现金，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好，今天主题是高颜值实力派学霸，长得又好看又帅又会读书，这是人生胜利组啊！首先介绍王心怡，你好。嗨，心怡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他是我们现在 TVBS 的新闻主播。是。您是台大新闻研究所，对。哇，很难考吧？是因为我大学不是新闻相关，我是念类似中文系，然后所以我要考上的时候，就是花了一段时间，要每天读很多相关的时事，不管是生活或是政治的都要读。然后因为考研究所不是像指考一样是选择，它是全部都是申论，对，你要把理论套进去，然后去剖析这些事情。好，接下来介绍吴峥，你好。哎，吴峥你好。嗨，各位大家好。是，大家好，香丽好。你好。录取的是台大国发所，是国发所国家发钱，国际发展还是国家发展？国家花钱，国家花钱的一个所在，还有一点台湾口语。民进党新闻舆情部，舆情是正像知情或者是说情报那种的吗？就是每天新闻报什么事情吧，然后发生哪些事情，最近一些政坛上最新的动态这样子。哎，接下来是黄迪君，你好，你好，高颜值，高颜值，美女是我们的常客啊，对，但她也很好学，有时候一边录影还要到国外念书啊。对不对？对，他是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对，他是念音乐的哦。对，我都是读音乐的啦，所以音乐以外的东西，我可能还要跟各位学习。那你乐器擅长什么？钢琴还有长笛这样。哦，对。接下来介绍李幼群，你好。幼群老师好。大家好。哎，也是。好，香丽好。你好，我们有面熟哎哦。有啊，就常常在楼上嘛。没错。这个都很认识啊。日本上智大学新闻研究所。哦，念新闻的。不敢。对。其实大家会觉得时尚跟新闻有什么关？对啊。但因为我是专攻那个女性时尚媒体啦，自己修那个论文。哦，是这一方面的。可是当初会不会一直派你在日本去？对，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台湾，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就是20多年前，我是台湾唯一办日杂的总编辑。然后就觉得说没有人带我嘛，前辈都是日本人，就想说好，那我要深造一下自己，就跟公司说我去日本顺便念个研究所，然后下午回家我就要打开MSN， 那时候没有什么 IG 什么的，我就要开始跟办公室的同事开始在那边线上交流一下，就这样。学无止境啊哈，都要学到活到老学到老。接下来介绍我们的第5位嘉宾黄静雅，你好，大家好，黄长还有香静雅是华盛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对 Washington 啊，大传念大传的，哦，讲得不错呢。Mass Communications， yes， 对什么 communication？Mass Communications 啊 ，mask 不是面具吗 ？Mass 没有 S 没有 K 啊，大众传播。对，精通多国语言呐。对，哪几国？我来猜一下，西班牙，一点点，对不对？对，那个英文是一定会了，英文对，中文还会客家话，对不对？客家话不会，台语吗？台语会一点点，法文，Bonjour，对，德语。一点点。蒙啾是什么意思？蒙啾。蒙啦，蒙嘞。蒙啾。蒙跟熟人。蒙刷。对。哎，你为什么会都是一点点？你是在欧洲留学啊？没有，我精通一点点。哦。对，精通一点点。为什么会去学到那些一点点？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看各国的电影。哦。对，然后因为有些没有字幕，然后就想说还是我学一下。对。欢迎威。谢谢。来，接下来介绍我们2位专家。首先介绍美女新闻主播赖佳莹主播，你好。大家好。知名营养师刘怡礼营养师，你好。大家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请乡里来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里面准备了6万元，怎么累积奖金呢？每答对1个答案是3000元哦。所以抢答之后轮流作答，这个6万元会抢完为止，或是2题轮完之后停住。然后如果有剩下的钱的话，就留了下一个赢者全拿。对，第1轮呢是由赖佳莹主播举圈或叉啦。来，Sandra请出题。高学历的人脑袋好有诀窍。根据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请问有哪10种方法可以保持脑袋的活力？请抢答。右群，玩益智的游戏，玩益智游戏对或错？
恭喜答对了啊，就是像上我们这个节目，对不对？对，超益智。定呀，多阅读。因为多阅读，你可以增加你的脑袋的知识量。恭喜答对了。吃对的食物，就是脑袋里面有一些细胞或什么之类，可能有一些食物的营养可以刺激它活化，或者是鱼油啊之类。对我走。恭喜答对了，像是吃 Omega-3脂肪酸啊，可以保持你的神经的柔软跟弹性，对于你大脑的健康跟活力是一件好事情。像是酪梨啊，例如说一些鱼类啊，都蛮好的。请加3000。这题我们刘以礼可以补充，还有哪些？所谓的名词讲说好食物，好食物，什么叫好食？其实跟脑袋有关的，第一个就是 B 群。B 群含量很高，尤其是 B1。那 B1 的话，其实我们现在鼓励吃这个五谷米，就是糙米，它维生素 B1 非常高。然后第二个确实是鱼类，但鱼类首选倒是有建议，就是像鲑鱼、青鱼、秋刀鱼，这个是首选。对，然后另外坚果也可以，但坚果它的吸收会要转换比较慢，所以相对你的量可能要稍微多一点。吴真，运动。恭喜答对了，请加3000。李君，听音乐啊。音乐疗法听音乐，对，因为有一些，我之前有上学的时候有提到，有一些古典音乐，比如说布拉姆斯的摇篮曲啊，肖邦的小狗圆舞曲这一些，还有一些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小圆舞曲那种，他们可以活化脑细胞，好像是有这样子的论文去 support 这个理论。恭喜答对了，请加3000，谢谢。还有佑群，是我觉得。做一下自己没有常常做的事或不擅长的事啊，比方说你不会音乐嘛，那你就故意去弹钢琴，或者是你不会画画，你就去画画。那我觉得有一点生活的刺激，可能会刺激一下脑部吧，我不知道。恭喜答对啊！这个答案呢，我们会把它列为创造一个新的体验，因为你如果每天都在过一个一成不变的生活，其实是会扼杀你的脑力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当中要适时加入一些新的体验、新的刺激，去激发你的创造力，这对大脑的健康维持是很有帮助的。请加3000。我讲一个我喜欢的旅游。对，旅游到处旅游，感觉旅游在不同的国家，你可以见到不同的人，会遇到不同的事情，但可能可以激发一些脑部的活化。恭喜答对了，也有增广见闻，心情又好。是的，有说不定又有艳遇，多好！就知道你一定要讲艳遇，这不是大家的想法。来，请加3000。你培养迅速的反应力，怎么培养？就是譬如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判断啊，就是刺激你的大脑在很短时间内想出一些东西。恭喜答对了！刚刚瓜哥有提说，这好像跟刚刚一个答案很像，有说跟旅游的挑战有点像嘛，跟前面说创新有点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来宾讲到一个关键字，叫做急速、快速的一个反应能力。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想，慢慢刺激我们大脑，慢慢来处理。可是急速这个能力是需要更大的健康跟活力的大脑，你才有办法应付。不过关键是在于在急速的反应之后，你还要适时的放松它，一急一放，就像我们运动一样，重量训练完放松，对大脑的健康是很棒的事情。吴真，社交吧，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就是说，例如说我们在防老嘛，那很怕就是说长辈他可能退休以后就一直在家，可能每天看电视，这种就会可能比较容易老化。所以像我们这个政府各里办公室邻里都会举办什么共餐啦、课程啦，但其实最重要就希望你走出来，有一些人际上的互动，还是要见朋友、聊聊天，这样才会活化你的脑袋。这样。对我说。很可惜哦，答错了。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没有在我们这次调查的前10名的选项当中，所以有点可惜。不然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会保持活力的。对，不在前10名啦。李俊。我想到的比较简单，就是早睡早起啊，因为你没有睡息，没有休息好，没有睡够的话，反应就会很慢啊。脑子就会没有办法很迅速的做出任何反应。恭喜大家，适时让大脑留白休息，例如说每天睡饱啊，休息好啊，或者说在中间的时候午休时间让大脑留白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其实对大脑也都很有帮助。请加3000。这个点就是太笼统啊！我请那个营养师，
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睡好或不好？对，其实我们标准的睡眠时间是6到8个小时，它是一个区间。对。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还要考量到他睡眠的品质，比如说他睡醒之后感觉很累，其实我们也归类在睡眠品质不好这一块。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们在营养师上面遇到睡眠品质不好的，跟在晚餐那一餐还有宵夜有关，那个会蛮严重影响到你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在睡前的2个小时内你还在进食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睡不好，而且有时候长时间会造成胃食道逆流。右群，哇，糟糕，我刚刚想讲的都被讲掉了。再随便想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他没讲，可是那个做可以吗？看新闻，看新闻，哎，对或错？很可惜答错了。静雅，多到户外走走。很可惜，有没有在前10名里面？哇，那做不到底是什么啊？还最后一个啦，前10名最后一个3000了。还有一个，用非惯用手写字。什么意思？用非惯用手写字，譬如说你是右撇子，然后你可能用左手写。用另外一侧，对，大脑就是换一边去思考，我猜的啦。恭喜答对，而且让我蛮惊讶，因为这个答案很难。这个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开启全感官的刺激，你去常常使用你没有使用的部分，建立起你的神经的一个新连结的时候。例如说，刚刚我是右撇子，那我都用左手。有一件事，这个画我看了，用看的就可以了，但我可能靠近摸摸看啊，它的一些质感。所以现在很多自然博物馆啊，它不只提倡你看而已，还有手的体验，还有嗅觉的体验。感官的全感官刺激，对。10个都抢完了，还有要补充的吗？好，其实我们大脑的活力跟健康程度是跟我们大脑皮质的厚度有关系哦。不过这个大脑皮质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变薄。所以我们首先判断你的大脑灵不灵活，是你皮质有没有厚度。所以说像是我们常使用啊、运动啊，都可以增加你大脑皮质的厚度。然后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大脑只要多动，它基本上就会变灵活。但有些神经的老化是不可逆的，但我们透过长的训练去保持它的健康跟灵活度。自然而然呢，你像是老年痴呆症发生的几率就会相对比较低一点。接下来题目由刘怡丽营养师来举圈或叉，现在请出题。早上总是水肿，让人好困扰。根据网络声量调查，2024年最佳消水肿指南，10个必试的消水肿人气妙招有哪些？请抢答。静雅，冰敷，答案是对的。请加3000。静。按摩穴道，像最近那个韩国不是出很多那种刮痧棒，然后就是要让大家按摩，就是可以消水肿，所以我觉得按摩应该蛮有用的。答案是对的，请加3000。吴峥，这个多喝水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这个，例如说前天晚上有点喝酒，隔天早上起来宿醉，那这时候就赶快多喝水，促进这个身体新陈代谢，会恢复比较快。多喝水一定对的吧？答案是对的。多喝水，其实刚刚提到那个，如果说你真有应酬啊或者什么，应该是当下就要多喝水，而不是对，因为通常应酬会配一些小菜啊，其实盐分都很高。那我们当下其实水分就要足够了。对。然后很多女生为了要拍照啊，或者是工作，她可能一整天都不喝水，反而会越来越肿，因为我们体内的钠含量增加的时候，它会抓水流不出来，对，所以它的水分反而在身体里面更多，会感觉就是很浮肿这样子。李俊，泡脚。对，因为我在北京比较久嘛，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用那种艾草啊，或者是一些草药这样子放在泡脚桶，他们很流行，就是泡脚会促进也是血液循环，所以比较不容易水肿。泡脚对或错？答案是对的。谢谢。右群，我觉得是热敷。所以冰敷，然后热敷也可以。其实，因为刚刚讲到就是要跟自己的代谢有关嘛。那我觉得不管冰敷跟热敷，它都是促进我们身体的代谢。答案是对的，也可以哦。对，其实热敷跟冰敷可以互相交错，它的效果会更好。你说一边热一边冰，然后看哪个效果？有时候就是先冰敷完之后，然后隔一段时间，大概冰敷的时间也不要超过15分钟啦。如果说这样反复在冰的话，
然后另外再休息一下，然后再热敷，这样子反而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然后促进你淋巴的循环。所以你看三温暖，很多人冰池弄一弄就跳热池嘛，循回。但如果心脏不好，不能这样玩。可以这样子。对，来加3000，加油了，静雅。运动。答案是对的，绝对嘛。对你运动就流汗，然后就瘦一圈了。来加3000。但是运动的部分还是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一般是做有氧运动的话，那对排水肿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像空中瑜伽啦，或者是重力训练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做的比较像是无氧运动，比如说举哑铃啊，或者是说有些是可能是仰卧起坐啦这一种，那它的效果排水肿的效果会比较差一点。控制饮食，不要吃太咸。因为刚刚营养师有讲说钠含量太高就会，所以那就不要直接吃咸的。不要这样。答案是对的。好的。来，请加3000。补充一下，就是说，刚刚提到那个，如果现在因为外食比例增加，所以有时候早期我们营养师会教人家，就是你要吃不要那么咸。但瓜哥刚刚讲的很对，就是说很多原因呐，因为有可能是你没办法选择，那怎么办？我们希望说就可以补充一些高钾的食材。就是说当你吃太咸的时候，像香蕉啦，或是瓜果类的，像夏天的西瓜，然后甚至于咖啡因这些，只要让你的这个钠代谢出去，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方法。来，接下来是吴真。那我要讲的，其实刚刚营养师有讲到，也可以吗？就是应该是摄取含钾的食物吧，因为现在不是都说喝红豆水、黑豆水这种可以消水肿，对，好像就里面因为有钾。这个已经答过了。谁？对，饮食控制啊，其实就是饮食控制。饮食控制。哦，来吧，怡君。喝中药调理。中药慢调理，中药可以慢慢的把体质给它调到就是比较不容易水肿，因为我妈妈也比较容易水肿，所以她常年有在喝中药调身体。答案是对的。可以。来，请加3000。谢谢。中药调理，其实它有2个方向，就是中药跟营养学结合的话，第一个中药要不然就是喝药水，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要不然就是做成粉。那基本上因为中药的主要材料都是植物，那植物的话我们也都归在高钾的食材，所以今天水或者是药粉其实都可以帮助钠的代谢。所以中医是在调配的时候，它本身的食材就是高钾。那第二个就是说，在中药里面像红枣啊或茯苓，其实都是排水肿很好的食材。是的。好，来佑群，还有2个名额。我觉得睡眠充足其实是对的。来，请加3000。最后一个。喝咖啡。冰美式。很抱歉答错，因为刚刚我有讲到咖啡饮食控制都答过了，所以大家就不用再往饮食的方向打。没有错了，但是已经人家讲过了。来，最后赶快抢完，还有3000哦。不要翘脚。不要翘脚，因为我以前有听过别人说翘脚会容易水肿。答案是错的。啊？为什么翘脚可以水肿？翘脚是只有脚水肿吧？其实翘脚是姿势的改变。那通常如果是水肿的话，跟我们体内的循环、淋巴代谢比较相关。对。好。怡君，看你。我现在就是想到不要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啊。我起来变换一下，因为久坐。有的时候会压迫到你的经络，所以你答案就随时就要起来动一动，随时活动一下这样子。但会不会跟运动有达到？来，对或错？答案是错的。Oh no！ 哇，这么难，最后一个3000块，不然垒到下一季。佑强老师，因为我想的都是跟运动有关的。甩头运动，我在想水肿了我因为我想的都已经有一点像了。甩头运动对或错？答案是错的。我想也是，还是要问吗？还是要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其实，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到消水肿这件事情，然后大家没有达到就是所谓的这个针灸，针灸是直接有帮助的。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早上肿啊，然后晚上肿，好像是自己吃太咸。事实上，如果你身上有心脏的问题，或者是肾脏的问题，那你长时间都在水肿的话，建议你可能要回诊去看一下，而不是单纯只是因为刚刚这些原因引起的水肿。然后另外还有补充一个咖啡因，这个最常用到来消水肿的饮品。对，那咖啡因的话，它其实有限制，就是说我们一天以美式的咖啡中杯的话，
成年人大概就是2杯为限。因为如果你真的喝太多的话，也容易造成，因为很容易水肿人肾脏也不太好。那你咖啡喝太多，你血压一高，也会影响到肾脏。所以这个咖啡因也是要控制。谢谢营养师，那我们把奖金宣布一下了。好，目前呢，心仪15000，吴真6000，狄君12000，佑群老师12000，静雅12000。来，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请乡里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哦。那每一轮呢，留下最后那一位，可以把当时账户所累积的金额全部灌给自己，赢者全拿。你们还留下3000，留下这一轮了哈。是，总共进行3轮，第一轮请出题。学历越高，越不想结婚。根据台湾1000人问卷调查，高学历女生不婚不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还想享受单身生活 ；B. 工作不稳定。请作答。哦，真的是这样吗？佑群，我觉得，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强调两性平权，所以很多女生都会想说，我们不再像传统女性一样，一定是什么嫁为人妻以后要带小孩啊什么的，多享受一下自己，洗手做羹汤啊。对，现在观念改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个是不太可能。不可能了。对，狄君，我觉得也是啊，就是可能女生在各方面都提升了以后，我们选择也更多了，我们不需要去委曲求全，宁缺毋滥嘛。然后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去什么自己去旅游啊，然后开开眼界啊，干嘛的，对啊。正确答案是 A， 还想享受单身生活。其实单身女性不想结婚的原因有超过50%的人是因为觉得还想要过单身的生活啦。那其他的呢，也包括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啦，或是目前收入还太少，或是结婚之后想到金钱之后就不是我自己的钱了，可能要给小孩，可能要给夫家，还要照顾他的爸妈。所以呢，专家表示啊，单身女性呢觉得人生有很多要追求的东西，爱情跟婚姻不是必要选项，而且也不是说你结婚了谈恋爱就一定会幸福，所以宁缺毋滥。家族的，比如人少或人很多家族的，会不会成为你考虑想要嫁或不嫁？好实话，会啊，因为很麻烦呐，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结婚是2个家庭，那如果他有很多兄弟姐妹，那你是不是有妯娌关系？所以孤儿是最好的，对吧？对啊，也不见得，但真的不能妈宝。对啦，就独立一点嘛，然后2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然后收入各自管，这是我个人觉得很有故事。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心里也是一样这样想嘛，对不对？对啊，因为我觉得人多嘴杂，如果家族很大，有时候要决策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意见就所以不能有3姑6婆嘛，太麻烦，对不对？那静雅是因为太年轻，还没想到，还没想过，不过他自己就是大家族人。对，我们家很多人。来加5000。马上8000喽，累积。下面题请出题。高颜值好处多多，不止魅力满分吸引人。根据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高颜值还有什么好处 ？A. 学习能力较强 ；B. 免疫力较高。请作答。好，我们先请吴真选择 A。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社会学研究嘛，就说我们的社会上还是有存在所谓外貌红利这件事情。但理论上外貌跟你各种能力应该是脱钩嘛。但是我选学习能力比较高，可能是因为可能就是说颜值高的人，他可能在成长过程中比较容易接受到来自老师或同侪或是社会环境给他的正面回馈，就比较有一个正面的互动，所以可能这样社会化的影响之下，变成说他在学习的这发展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 feedback， 所以他学习能力可能比较高。李君选 B 来。我是看是英国皇家的研究，那皇家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会不会就是除了外表以外，还有什么健康啊、家族病史这些要筛选掉？所以这样子传下来，我是这么猜的啦。又不是选接班人，要选什么？哎呦，
那你选接班人，你到底学习能力好？就是要选接班人，要身体要好，对啊，你要生孩子，然后传下去，要继承王位有什么的，我是这么想啦。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免疫力较高。其实2022年呢，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报有一篇研究指出啊，他们找了159名大学生跟民众参加测试，分析之后发现啊，颜值高的人免疫力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看哦，一个人他如果身体比较好，他是不是气色什么都会比较好？所以呢，我如果看你，我如果自己长得漂亮，我会选那种看起来气色比较好的人。那我们两个交往之后，我们两个下一代也会相对比较健康，而且又长得好看，而且还能抗细菌力，所以这些都有包括了。那至于说长得漂亮、学习能力就比较强，那可是不一定，因为有些漂亮的人就会被说你是花瓶啊，你长得那么漂亮，屁用哪？你这么笨，所以呢，那个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花瓶耐摔啊，那花瓶很不耐摔，摔一下就碎了，就碎了。好，来3位请到旁边，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有句有趣的西班牙用语，直翻英文是 Press Pink， 粉红媒体。他们专门报道什么新闻 ？A. 女性时尚资讯 B. 名人感情八卦。请作答。真的有人会选不一样。女生就觉得是女性时尚资讯啊，不然选什么？那男生说啊，谁要看什么女性时尚？当然看名人八卦感情。可是老师自己是做女性时尚资讯的，那你为什么选择？没有，因为我们做时尚资讯的话，大部分的来源就是比方说法国的啦、意大利的啦、日本的嘛，很少听到西班牙。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之前去西班牙旅游，觉得他们的人看的那些小报特别的八卦，所以我在猜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喜欢谈八卦。是。李君。可是我还是觉得西班牙的品牌还蛮大众的耶。西班牙都平价品牌啊 ，Z 牌啊，对啊，对。然后因为我想说 Pink 嘛，就是 Pink 跟女性的颜色代表的颜色比较像，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要引领一些时尚资讯。我们那个 Zara 就西班牙。对啊，对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第一，名人感情八卦，我要请静雅帮我念一下西班牙语这句。不会念。好，我来念。Prensa Rosa 直翻就是粉红媒体啊，其实指的就是名人的八卦杂志。西班牙语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Prensa Amarilla， 直翻呢是黄色媒体。那什么叫黄色媒体？就是那些为了引起注意力，然后报道一些骇人听闻，像什么凶杀案啊，或是鬼故事啊那种新闻，那个叫黄色媒体。来，3个请回来，请3个请回来。再加1000。总共这第一轮有11000的奖金，请输入我们李幼琴的账户。哇，11000。接下来进行第2轮，请出题。你是否曾经第一次经历某件事，但却有异常熟悉的既视感？请问既视感好发在什么样的人身上 ？A. 睡眠品质好的人 B. 压力大的人。请作答。我们请心怡，你选择的是压力大的人，请说。这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既视感不是我们都叫 déjà vu 嘛，然后好像我都是在很累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就是好像似曾相识，所以我才很累，应该也是因为压力大，所以睡不好。所以我是这样子去连接的。睡眠品质好的人会做这个梦吗？吴真？我也是从我自己经验，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常 déjà vu， 对，然后长大以后压力越来越大，好像就比较没有。这倒也是，我也记得好像是小时候常常会梦到这样。我也是觉得好像，因为我会蛮常做梦，但是我不知道做梦是代表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个人是睡得还不错，然后可能梦到的东西跟实际上发生的东西会要么就是预知，要么就是好像好像有来过这样。对，好像是睡眠到底是睡得好才会做梦，还是睡不好才不知道？因为我很常做梦，睡不好才会做梦，睡不好才做梦，因为睡不好才做噩梦吧？没有浅眠，好像睡觉是快速动眼期，所以通常都是你比较浅的时候，就如果你醒来又在睡着那一段时间，你已经快要起床，那段时间会很常做梦。所以最好的睡眠是坐下去就根本不知道，起来就已经8点。对，这样。幼群呢？你是啊，一样，因为我跟吴真相反，就是因为我压力蛮大的，
我常常有既视感。对，比方说来这边，我就哎呦，好像来这边录过影，好像跟瓜哥录过影，但原来是很久以前的节目，那是事实啊，那不是既视感，忘记而已。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压力大的人，其实既视感就是法文的 déjà vu， 就是好像我看过这个东西。所以有研究指出呢，人在疲倦或是压力大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 déjà vu 哦。或是像军人，他即将上战场，他就很容易出现 déjà vu， 因为他压力很大。那另外还有统计，如果你年纪较轻、高学历或是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地位比较高的人，或是爱旅行的人，都常会有既视感。来，2位请休息。来，加3000。请出题。许多考生考试前都会去拜文昌帝君以求好运，请问哪样贡品适合拜文昌帝君呢 ？A. 矿泉水 B. 乌龙茶。请作答。请作答。因为静雅都没拜过嘛，可能不知道。家里有拜吗？初一15，做生意的一定要拜吗？对，但不是拜文昌帝君。好像拜拜都要。你们是初2 16还是初1 15？不知道哎。喂，没有，只是我想好像拜拜的时候都要奉茶，所以茶可能比水更有机会。我觉得，其实我原本也觉得是茶，但是乌龙2个字会让我很担心，就是搞乌龙感觉。考试乌龙。因为文昌帝君是求取功名的嘛，要考得好，就不能搞乌龙。然后水的话，有人说就是心诚则灵嘛，以水代酒啊。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水？会乌龙茶就是，哎呦，考上有乌纱帽可以戴。哦，哎呦，那龙怎么讲呢？皇上见，皇上觐见，有道理哦。然后皇上还给你茶喝。乌龙茶，人中之龙。知道了。对。你有解释吗？因为我觉得矿泉水感觉是拜财神，银行不是过年都会有发财水吗？然后乌龙茶是因为我以前考试前都会去拜，然后他都会就是庙方都会用纸杯装给你，说这是拜过的，然后里面都是茶。那没有讲典故对不对？没有。对呀，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矿泉水。我们拜拜的时候呢，谐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聪明算。动算，然后粽子的包粽。那矿泉水的寓意就是文思泉涌，所以我们的确喝茶。我以为是每况愈下。我们喝茶当然要喝，可是要喝包种茶包粽，那绝对不能喝乌龙茶，因为会闹乌龙。我以为乌龙也可以解释啊，有乌纱嘛，有皇上龙颜，那个绕的比较远一点啊。对，还矿泉水文思泉涌。对，来，请回来2位，真是文思泉涌的，来加1000。总共有4000，请进入李幼群的账户。幼群老师厉害哦！进行到最后一轮，第3轮，请出题。网络业者看准很多人喜欢贪小便宜，请问如果贩卖仿冒商品被抓到，可能会面临什么刑责 ？A. 妨害信用罪 B. 诈欺罪。请作答。通通是讲诈欺罪啊！吴真来说，那你骗这个跟你买商品的人，例如说你卖一个高仿好了，你骗他是名牌嘛？那其实不是嘛？就是诈欺罪。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诈欺罪。那卖仿冒商品的卖家呢，透过社群网站现在很多嘛，他们在上面直播，然后就跟观众说，这个是真的哦，而且重点是他出示了一个伪造的保证卡，重点是他出示这个，所以这个很明确就是行使诈欺的行为。但说真的，如果他直播的时候只是说，这件名牌啊穿起来好穿舒适，又可以让众人的眼光都投注在你身上，像这种主观的意识来陈述的话，它其实不算诈欺。所以重点是看你有没有拿出那个骗人的那张保证卡。下面一题，请出题。心理学家指出 ，IQ 可以决定职业 ，SQ 决定你是不是领导者。请问 SQ 指的是什么能力 ？A. 社交能力 B. 科学分析力。请作答。
2个人选择的是科学分析力，其他讲的是社交能力。对，静雅，我的想法是，领导者非常需要社交能力，然后科学分析力可能可以是下面的团队来帮忙做一些分析。好，右群，我觉得是因为2个的那个英文缩写都是 S 开头 ，social 是 science。对，但我觉得科学比较像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因为他会要分析很多的逻辑性的思考。有逻辑性的思考，你在管控公司，不管是什么管销成本啦、未来的策略啦，你都必须要很好的这种分析力。但是社交，他只要不要太 over、太夸张就可以了。啊，我觉得好像社交能力很重要哎，因为你要让底下的人对你心服口服，不会在背后给你冲康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吧。冲康，冲康。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A 社交能力，这个 S 呢是 social， 所以 SQ 呢是 social quotient 的缩写。其实把 SQ 想成是 EQ 的延伸就好了。EQ 就是你的 EQ 比较高，那 SQ 是说你可以看到大家每个人的情绪反应，然后你把它结合起来面对问题，就很像说你走进一个房间中，你就知道现在大概气氛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可以借由每一个人呈现出来的情绪，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大家可以和平共存。所以 SQ 高的人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来，请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律师考试不容易，请问下列哪种人不能考律师 ？A. 贪污判决确定者 ；B. 非法律相关科系毕业。请作答。只有一位吴峥最后选择非法律相关科系毕业的，请说。我不太确定，但我记得要去考国考，就是你要有修过相关的，所以我们包含法律系毕业去考嘛。那有一些你大学不是念本科的，你之后不能你单纯这个上补习班然后去考试，你还是要去修什么学分班之类的，对，应该还是要有拿过一些学分了。也就是说，你用贪污判决确定的人。他虽然贪污判决，他履行他该要关的或干嘛，但他还是可以考律师。哦，我以为贪污判决确定者就是他已经确定是有罪的人，有获这个确定者是确定了，对吗？所以是不是？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很公正的去品德上面。对啊，我是这样子想。哦，我的想法好像我记得美国那边是不用相关科系。对，我想也是，对啊，美国是不用了，但是可能要看这边。就他们2个女生站在立场说贪污就不行了，另外一个说你没有法律相关科系毕业是不行。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贪污判决确定者。根据公务人员考试法中提到几项你不能考律师的资格限制，包括你曾经犯内乱罪、外患罪，而且公务的时候有贪污的行为，或是你褫夺公权还没有复权，那这些你都要是被定罪之后你才不能考，或是呢你是受到监护或是辅助宣告还没有被撤销，就是你能力上面有一些需要人家帮助你的。那另外呢，考试的资格只要你是读专科学校以上的学校，你有毕业证书，然后你有修过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至少7科20学分以上，其实你就可以应考了。OK， 来，请休息一下，吴峥。哎呦，1万块，来，下面一题请出题。他们要继续追哦，还有机会哦。有些西装外套腰侧的一般口袋上还会多一个口袋，请问最初这个多出来的口袋是用来放什么的 ？A. 门票 B. 怀表。请作答。你作答。怀表，知道怀表是什么吗？打开的，打开，然后这样一根这样掉的，对不对？对，不是那种，对，不是只藏在怀里了。哦，不是，你不要这样欺负年轻人，才知道。对对对，不然我知道吗？我应该知道。不是宝可梦哦。来，李君，为什么没有问我知不知道怀表？你一定知道，你家里大概10几个啊。我以前小时候看我爷爷拿过了，都会有对，而且穿个里面有穿背心。其实那好像是一个时尚配件嘛，对不对？佑群老师，它就是一个代表
时尚的东西，然后拿出来，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再看一下表，然后放回去。拄个拐杖啊，就是对，很帅，上海式的西装，上流啦，白头发的里面小背心，啦，对。是什么意思？还有盖子，打开那种英伦绅士上海滩那种，还有音乐的。啦加加加，啦加加加，好像有。对，所以你们觉得是怀表？我觉得是怀表。啊，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门票。其实这种2种口袋，2个口袋设计啊，来自于英式的西装哦。那它在右边腰地这边会多1个口袋，那它的英文就叫做 ticket pocket。顾名思义就是让你放票的。放什么票呢？你戏院的票啊，或是之后的交通票。你要想想看，你还能看戏，你就是上流社会。所以基本上你这边有多个口袋，代表你是上流人啦。好，来这1万块没收了，来请回来各位。3轮比赛都完毕了，我们请我们的乡里来宣布他们的奖金。好，最后心怡15000，吴声6000，狄君12000，佑群老师27000，静雅12000。哎，恭喜我们佑群成为冠军者，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今天的冠军得主有27000，来恭喜你，谢谢瓜哥。佑群，这个请插卡。好，金库请开门，里面有27000奖金是你的，但先必须通过2个密码考验，来请。第一个，2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6画的抄袭香奈儿，或是总笔画45画的女明星卸妆。女明卸妆比较多啦，判若两人呐，分毫无差啊，有的搞不好很美啊，惊为天人呐。哦，因为有人化妆化的不化妆比化妆好看，真的。对，有些人是。是。那抄袭香奈儿呢？这比较难想，寡廉鲜耻。你抄袭别人的东西啊？对啊，有样学样，东施效颦。东施效颦，东施效颦。那个评我就放弃了哦。对，但是46号到底是哪4个字的成语？你会选择，因为这个笔画才差1画。你会选择哪个题目来回答？我觉得应该就是刚刚瓜哥提醒的那个女明星卸妆，感觉是比较亲和力的成语。对，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对，来，请锁定女明星卸妆。好，这是你选择的题目。抄袭香奈儿没有选择，我们看答案，来看题目。邯郸学步，邯郸学步，好险没选。邯郸是过去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首都吧？对。首都，然后那边的人总会有个那种首都人的感觉。他觉得邯郸就像就像人家讲的上海男生讲话，吴侬软语，就是上海男生女生也会是啊。吴侬软语是一种，他们讲话很优雅，对，大家都想听他们讲话。男生很温柔，女生比男生还凶。那可能当时的邯郸学步是因为邯郸人走路好看哦，所以大家就会要学他，大家就去邯郸学他走路，就是东施效颦嘛。这个真的好难写耶。好，女明星卸妆到底什么题目？请拿起笔来。好，待会是1分钟的时间哦，请清楚写字，再填密码。准备好了，请出题。洗尽铅华，简单，这根本太简单。计时1分钟，开始27000。清楚。洗尽铅华，并没有损及说你化妆好看不好看，而是说你不再化妆了，你就是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干干净净的啊。过去的形容是这样。画到底能不能算对？是不难，难啊！要写字上。切除。滑。好，先确定。几秒？它的密码是08141310。对或错？错哎，想清楚哪个字？还有8秒哦，还有8秒哦，计时预备，开始。好。
停，刚好时间到，所以它的密码变成08131310，对或错。哦，来，我们看正确解答什么？啊，字是不一样的，是那个镜。对，你看呢，划没错，但你笔画算错，算错。哎，谢谢，谢谢，拜拜。哎，很可惜啊，笔画数笔画是最难的。对，这个洗净铅华就是以在不化妆，在家呢洗手做羹汤了。对，那以前的化妆品可能跟铅有关系。哦，直接用铅哦。对，它是有毒的吗？所以常常以前的化妆品洗着，画着皮肤中毒啊，就有问题了。对啊，或者变成假牙灌铅嘛，然后也会有一些也会产生问题。对，所以叫洗净铅华。然后讲一下刚刚那个注音，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人跟不太分，所以如果是他老师刚写的洗净，其实它是有尾巴的，可是题目是洗净。有时候这个就是真的要考验那个临场反应，对，真的太紧张了，所以你也不会考虑那么细。对，要写我也会写这个净哎，我也会写这个净，我写我不会太会写我不会去写王静的净，干净的就感觉是要抛下一切嘛，洗净铅华。是，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来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感恩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谢谢。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